Redmi Turbo 3，它是小米新发布的一台小旗舰手机啊，你们可以称之为青春版旗舰。那它旁边的白色手机呢，就是小米14 Ultra， 是小米真正的高端旗舰。那这两台手机在售价上的差距可是不小的。那这个差距体现在实测上能有多大的差别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。欢迎收看 ZPH， 记得点赞加关注，支持我们哦，尤其是加关注，这可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、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哦，所以就谢谢大家了。那么在测试前呢，还是鼓励摄影环节，我会用手机去瞎拍些照片，拍完之后呢，我会对照片进行调色，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大家去讨论是哪台手机拍的，因为是台手机就能拍，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。看完前面的照片，希望可以激起您对手机摄影的兴趣啊！希望你也可以多出去走走，拍点有意思的照片。欢迎收看 ZPH，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，支持我们哦。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的表现吧。Turbo 3作为青春版的旗舰，它的后摄还是比较少的，只有主摄跟超广角。那14U 这边呢，就是4颗镜头，主摄、超广角、3.2倍的中长焦和5倍的长焦。现在就是 Turbo 3的拍摄界面，虽然说它只有 0.6 倍的超广角和1倍的主摄，但是主界面上还给了一个2倍的数码变焦啊，就是主摄的数码变焦。用手指滑动数码变焦的时候呢，还会出现比较明显的4倍、6倍、8倍、10倍这种带刻度的数码变焦选项。那么这些选项呢，就应该是厂商特意优化过的焦段了。后面我们也来看看它的表现怎么样。现在是14U 的拍摄界面，它主摄、超广角、3.2倍的中焦跟5倍的长焦都给了，而且中间呢还给了一个2倍的数码变焦选项，它也是主摄的数码变焦。在画面的左上角呢，还有徕卡风格的切换按钮，这个也是 Turbo 3没有的。那下面咱们就正式对比两台手机，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。从参数上说，两台主摄在硬件上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。Turbo 3这边是1/2英寸的感光器，那14U 这边呢是1英寸的啊，差距还是不小的。原生像素都是5000万像素，但是 Turbo 3这边的光圈还是很大的 f1.6 啊，可以期待一下它晚上的表现。还有一点，它们两台主摄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，Turbo 3这边的视角更窄。现在看到的是 Turbo 3的色彩风格和14U 那边两种徕卡模式色彩风格的对比啊。当然了 ，Turbo 3只有一种色彩风格啊，它没有徕卡经典，没有徕卡生动。那么它跟14U 的哪种模式相近呢？你们看出来了吗？啊，其实没有必要看啊，就算它们3种风格哪个跟哪个都不一样也无所谓，你喜欢哪个就好就完了。那么两台主摄在细节呈现上有区别吗？咱们放大看一下啊。你还别说 ，Turbo 3这边的表现还不错，细节呈现跟14U 差不多。不过 Turbo 3主摄的视角稍微窄一些，它拍摄的物体稍微大一点。那么后边呢，我们尽量把它们放到一样大再看。再看一组主摄的对比，解析力方面，两边依旧还都是非常不错的，水平很接近啊。那镜组的光学质量差别会大吗？这可代表着镜组的制造成本哦。如果厂家要想省成本的话，可会在镜组上减预算的哦。哎，你还别说 ，Turbo 3的表现还真不错，边角画质的把控还是可以的。再看另一边的表现也是如此，那说明 Turbo 3虽然说是一个青春版的旗舰，但是小米也没有在镜组上省太多成本。
还有一个好消息，两台主摄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而且它们的解析力非常接近，那说明 Turbo 3的主摄最起码在白天的表现还是不错的。再看超广角镜头，从参数上看呢，超广角镜头两边的差距就更大了，这就不光是感光器大小的问题了，原生像素差的就非常多。从实拍上看，虽然说 Turbo 3的原生像素不高，但是颜色还是没问题的，视角差距还是很大的。这个红边就是 Turbo 3拍不到的范围，正好可以理解为 Turbo 3的800万像素就是 14U 1200万像素中心这一部分。那放大看解析力啊，两边的解析力确实也差不多，不过仔细看的话，还是14 Ultra 的更高一些。再看一组超广角对比，中心解析力放大看的话，确实是 14U 的高一点点。那镜组的光学质量怎么样呢？ Turbo 3这种小小的超广角，边角画质把控如何呢？还行啊。相比视角更广的 14U 来说，它的下降确实更大一些。但是作为便宜的青春版手机来说，它超广角的表现还可以。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，那说明 Turbo 3这种小超广角最起码没有在镜组上玩命省成本啊，不错。14U 的超广角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 ，Turbo 3的超广角就是800万像素，只不过14U 的这个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跟普通模式比呢，解析力提升并不是很多，所以跟 Turbo 3比起来呢，虽然说解析力确实高啊，跟刚才普通模式对比也没有高到哪儿去。那下面就是中长焦镜头的对比了，中焦这块嘛 ，Turbo 3这个就没有了，那么长焦嘛，这个还是没有啊。对比呢，还是先从2倍开始对比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。虽然说 Turbo 3前面主摄高清模式的表现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到了主摄的2倍数码变焦这儿呢，跟 14U 比起来还是不行啊。解析力方面还是 14U 的更优秀。现在 Turbo 3是4倍 ，14U 是3.2倍。那为什么 Turbo 3是4倍呢？前面说了，它在滑动变焦的时候，4倍是有明显刻度的。那么这就是厂家让你去用，也是它极力优化的焦段。结果呢，跟 14U 的光学焦段3.2倍比呢，解析力肯定是没法比的。现在 Turbo 3是6倍 ，14U 是5倍，在解析力方面依然是没有悬念啊，相差的非常大。最后再看一组10倍的对比吧，结果肯定是更没有悬念的。而且长焦的对比啊，14U 这边根本就没有上高清模式啊，就是普通模式在跟 Turbo 3对比。再说微距拍摄 ，Turbo 3这边是又没有专门的微距镜头，也没有专门的微距模式。14U 这边是又有专门的微距模式，也有专门的微距镜头，就是它那颗3.2倍的中长焦镜头嘛。Turbo 3就只能用主摄的2倍数码变焦来拍微距，但是实拍效果还不错哦。跟 14U 比，无论是放大比还是颜色，看起来都很好。更好的是，放大看细节呈现也没有比 14U 输多少。这点它的微距拍摄做的还是很不错的。再说前摄，先看自拍的表现，用的就是前摄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啊。从实拍效果上看呢，两边的颜色都还行，但是从肤色上说呢， 14U 这边更粉嫩一些，而且从磨皮上说呀，Turbo 3那边有点重啊，已经看不到皮肤的细节了。14U 这边还是尽量的保留了皮肤的纹理。现在是前摄录像的表现，两边从颜色清晰度上看是很接近的，都是很不错的。但是防抖方面呢，虽然说 Turbo 3那边背景看着非常稳，但是脑袋晃动呢好像比 14U 那边更大一些。那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的问题啊，并不是手机防抖的问题。反正前摄录像两边做的都非常不错。再看人像拍摄，用的就是手机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啊，没有调其他的。吐槽一下 Turbo 3的人像模式啊，它只能用主摄这一个视角来拍人像，你哪怕多给一个2倍的数码变焦选项呢，14U 那边的人像模式焦段还是很丰富的，你可以用主摄拍、2倍数码变焦拍、长焦拍，都可以。所以 Turbo 3应该在这方面再优化一下。不过好的方面是 Turbo 3在人物的肤色上，还有衣服的颜色上、背景的颜色上都还是不错的啊，挺好看的。再看蜘蛛宽度的表现，这次 Turbo 3的表现在这方面还是有亮点的。可以看到，在各种场景下，这些场景呢都是从易到难挨个排序的。Turbo 3的表现都还不错，无论是亮部细节还是暗部细节，可以说跟 14U 的表现不能说不相上下吧，也可以说是非常接近的。14U 可以搞定的场景，它也能搞定；14U 犯难的场景，它也犯难。这要是放在原来啊，不用多久，哪怕就说1年多以前吧，
价格相对亲民的手机，要是在持续宽容度环节能和旗舰手机做到几乎相近的水平，而且是主摄跟超广角都非常接近，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。那所以说这次 Turbo 3的表现已经非常不错了。再说夜景的表现，两台手机都能永久的关闭自动夜景，这点非常好。那先看第一个场景，主摄的表现，亮部细节两边差不多，暗部细节 Turbo 3稍微弱一些。超广角的表现是亮部、暗部的细节呈现都稍微弱一些。再看第二个场景，主摄的表现，同样的暗部细节跟14U比呢 ，Turbo 3稍微差一些。超广角的表现也是亮部、暗部的细节呈现都稍微差一点点。再换一个难度高的场景，主摄的表现 Turbo 3这边还不错啊，相对于14U来说。那超广角的表现呢，跟前面一样，亮部细节、暗部细节相对于14U来说都稍微差一点。可惜的是，这个场景就是对于小米来说很难拍好的场景，它已经好几天没有开灯了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失去这个场景啊。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夜景表现，可以看到亮部细节呈现是14U这边强很多。现在 Turbo 3是4倍，14U 是3.2倍。Turbo 3这边呢是主摄数码变焦的4倍啊，看着还行，但是解析力呢跟前面长焦环节一样，肯定是没法跟14U比的。那现在 Turbo 3是6倍，14U 是5倍，看着也还不错吧？啊，就是别放大看啊，在解析力方面肯定是比不了14U 的。昏暗的城市道路上，你还别说，主摄的表现 Turbo 3这边还不错哦，包括超广角的表现，跟14U 比起来也没有拉开多大的差距。真正的挑战开始了，极暗的环境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。Turbo 3主摄的表现虽然说跟14U比细看肯定是有差距的啊，但是已经比我想的强了。那么超广角在细节呈现方面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啊，我们看的不是亮度，看的是细节呈现。甚至到了难度很高的健身器场景，主摄的表现 Turbo 3也是很不错的啊。虽然说细节呈现肯定比不了14U，但是这种表现我已经满足了。那超广角的表现在细节呈现方面肯定跟14U还是差距挺大的，甚至是树林小路的场景，主摄的表现作为一台实惠的手机 Turbo 3的表现，我真的是挺惊讶的。超广角的表现依旧是14U 的强很多呀。最后一个极度变态的场景，祖传神树坡 Turbo 3主摄的表现依旧可以说用优秀来形容啊。虽然说它肯定不敌14U，但是这个表现各位满意了吗？视频录制用的是最接近微信、抖音等录制效果的手机默认设置。现在是主摄手持的表现，没有架子，没有稳定器，两边的表现都还不错哦。但是仔细看的话 ，Turbo 3那边的防抖是没有14U 稳健的。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，颜色方面嘛，14U 稍微好看一点，防抖跟清晰度两边做的都不错，视角也是14U 的更宽广。现在是2倍的录像表现，它们都是主摄数码变焦录制的啊，两边的效果都还不错啊，颜色方面是有区别的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？现在 Turbo 3是4倍的数码变焦，14U 是3.2倍的光学镜头，解析力方面的差距很大呀。现在 Turbo 3的数码变焦来到了6倍，14U 是5倍的光学镜头，解析力的差距这一看就是非常的大呀。现在是主摄夜晚录像的表现，你还别说 Turbo 3这边的表现还不错啊，最起码清晰度没问题，防抖也不错，就是鬼影嘛，比14U 还要明显。那超广角的表现，两边在这个环境下都是很难搞定的。又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，咱们聊聊手机的造型，还有工业设计和总结什么的。先说说工业设计吧，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的造型呢？喜欢 Turbo 3的打1，喜欢14U 的打2。Turbo 3这边由于少了中焦跟长焦啊，后摄区域那肯定是比14U 看着更秀气一些的。而且从实测上来说，我觉得这回 Turbo 3的表现在我眼里是非常不错的，可以说是超水平发挥了2个小底的性能。当然了，中焦跟长焦方面肯定是没法跟拥有光学镜头的14U 相提并论的，不过它们价格的差距是实实在在的。那么你们认为 Turbo 3对得起它的售价吗？欢迎说出你的看法。OK， 到结尾了，看完前面内容，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！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，拜拜。